大家好，在上一篇中，我有讲到我的上水管被吸扁，然后原因是出在副水箱跟水箱之间这根管子里面有异物堵住。那因为我是有发现好像有流到里面去，所以我这次我决定换水箱水，整个换掉。所以今天就是来教各位如何在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你们是住在大楼啊，或者说车子都停在外面停车场，使用水管可能没那么方便。那我今天就来教各位如何在不使用水管的状况下更换水箱水。那基本上应该是不用拆保险杆，但是我有换过保险杆，我的保险杆比较低，所以我是觉得拆掉我会比较好施作。那你们在更换上的话，就看自己的状况啊。如果不应该是都不需要拆保险杆。那基本上水箱水的放水塞一般都在水箱的这个是冷排，水箱在后面，一般是在水箱的最旁边，或者是在水箱的中间。像我的车的话就在这边。一般水箱的放水塞要么十字的，要么就是内六角的，可能各位就稍微看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先放我的水箱水，稍等一下。那基本上放水箱水建议就是拿个桶子装会比较安全，因为水箱水它有乙二醇，可能会污染，会怕小动物去吃。好，那我现在放我的水箱水。然后放水箱水的时候，我是在冷车的状况下放的。第一次放的时候在冷车的时候放，先把冷却液全部放掉，然后放掉以后再把它关起来，再准备第二步骤，第二次的清洗。好，第一次的释放。把水箱水都放出来以后，可以看到我的水箱水算还蛮干净的，杂质不多。那这样子就可以准备第二次的更换。第一次换完以后，第一次把冷却液水箱水放掉以后，要先把塞子关回去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在第一次放的时候，上面的水箱盖要记得开。然后像放水塞，在锁的时候有紧就好，因为它那个放水栓是塑胶的，而且它那个头蛮大的。一般你用螺丝起子的话，你如果锁太大力，那个十字会受损。然后锁好以后，就可以准备第二次的清洗。
其实所谓第二次的清洗，就是我们先把水箱水放掉以后，然后下面的放水塞再锁回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加自来水，发动以后让它循环一遍，然后再放第二次。那这个时候你要进行第二次之前，要记得副水箱也要清洗一下。因为我的副水箱我上一次有清洗过了，所以我这一次只是把我后来加进去的一些水倒掉，你们就要记得就顺便清洗一下会比较好。然后当副水箱洗完以后，我们要加第二次自来水进去的时候，可以先检查一下你的水箱里面的状况。应该看得出来我的水箱状况还不错。如果你们发现你的水箱那个长方形那个通水孔有堵塞的话，可能在清洗的时候可能要加一罐水箱清洗剂下去，但是那个在清洗上会比较麻烦一点，那个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谈。那我现在就是准备我的水箱水漏掉以后，我要先补充自来水下去，让它循环，把旧的水洗出来跟一些脏污。当这边的液面加满以后，其实里面的水道，引擎里面的水道目前是还没有水的状况，所以我们先把这边加满以后，像发动之前，我们这边水箱水加好以后，在发动之前，你可以先趁这个空档，如果你只有准备一个水桶的话，先去把水桶加满，因为基本上来说，像我们这型车多半日系的 1.6 甚至 2.0 大概这个范围内的车种，水箱水大概都在4公升左右，可能有些车子会比较大，所以可能你们更换之前要先做一下功课，查一下你的水箱容量大概是多少。那我这边加满以后，我就可以去发动引擎了。然后在发动引擎之前要记得，就是可以先把风量的温度调节开到热风这边开最大，然后用室内循环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动车子了。然后当引擎发动以后，这边会一直吸水下去，所以这时候就要一直做补水的动作，大概补到你看你仪表上的水温表稍微有在做动的时候，引擎就可以关掉了。像你引擎在发动的过程中，它会一直冒泡泡，冒这种小泡，就不用担心，这是因为水泵不在运转，它在把水往上打的时候，会把空气挤出来。这个小泡泡就是透过水龟上面那个小洞出来的，就会是小泡泡。这个不要紧张，你就一直补水就对，补到一直维持它是满的状态。一般来说，我是习惯补到我的引擎转速掉下来，这个时候就会熄火，我这时候就完成了第一次的循环。我是建议这样会比较好啦，你不要说发到引擎温度上来，那个有时候会太烫，你大概就感觉你的冷车怠速已经往下掉的时候就可以熄火了。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因为今天比较冷，都是水蒸气，这个才是我一开始最正常的引擎状况，冒出来的全部都是水蒸气。好，因为我的怠速已经开始往下掉了，所以我就先熄火，这个时候就完成了第一次的
循环，然后就可以准备第二次的放水。在进行第二次放水的时候要注意哦，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发动过引擎了，所以这时候出来的水可能会有点温度，所以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有没有看到漏出来的水还是有点红色？这个就是我原来的冷却液还有残留在里面。基本上就是洗到你的水漏出来以后都是很干净的颜色，就是很透明，都没有杂质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就是整个完成水箱水道的清洁的颜色。